霍雨浩凝聚第二魂核，为何会把帝天吓得半死，竟让他直接杀入史莱克？霍雨浩凝聚第二魂核，本是一场闭门苦修，却硬生生惊动了星斗大森林的兽神帝天。这位公认的大陆第一强者，不惜打破双方和平契约，直接撕裂空间，杀入史莱克城，区区一次封号斗罗级别的突破，为何能让活了几十万年的帝天如此失态？事情的起因是霍雨浩突破时气息的彻底消失。霍雨浩第二魂核时，狂暴的阴阳两股力量爆发，整个人的气息仿佛从世间彻底抹去，可见阴阳双魂核突破代价极大，竟直接隐去其生命痕迹。帝天早年便在霍雨浩身上种下自己的逆鳞，既是监控霍雨浩的枷锁，也是应急救援的通道。此前从未失灵，可这一次，帝天不仅感知不到霍雨浩的生命气息，连自己逆鳞的联系也被彻底切断，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帝天小题大做，可站在兽神的角度，这根本不是一个人类突破的小事，而是自己掌控了多年的棋局突然脱轨的信号，意味着霍雨浩身上出现了连帝天都理解不了的力量，换做任何一方霸主都会坐不住。在帝天的固有判断里，气息彻底消失等同于死亡，而霍雨浩的生死对星斗大森林至关重要，他体内承载着三眼金尼的命运之力，这份气运是魂兽族群的延续。帝天既怕霍雨浩真的身死，让星斗大森林失去命运之力的庇护，也怕霍雨浩用未知手段屏蔽了逆鳞，甚至沟通神界飞升而去。这里其实也能看出帝天的矛盾心态，他对霍雨浩从来不是欣赏，而是利用大于忌惮。霍雨浩一旦强到脱离掌控，就是对星斗大森林的毁灭性打击。说白了，他要的是一个活着但不强的霍雨浩，永远翻不出他的手掌心。正是这份对失控的恐惧，让帝天彻底坐不住了。他甚至做好了最坏打算，哪怕废掉霍雨浩的修为，也要把人带回去圈养起来，绝不能让命运之力彻底消失。于是他直接撕裂空间，杀入史莱克城，强势逼人交出霍雨浩。可以看出，从此刻开始，帝天已经不顾人类与魂兽的和平局面，也要撕破脸，带走属于星斗大森林的气运。史莱克这边同样措手不及，严少哲谎称霍雨浩不在学院，却被帝天当场拆穿。此时严少哲已是97级超级斗罗，进步速度让帝天都略感意外，但在兽神面前依旧不够分量。关键时刻玄老现身，此时的玄老早已凭借乾坤造化丹突破到极限斗罗，拥有了第二魂核，气场完全不输帝天。玄老指责帝天破坏和平，又以霍雨浩重伤休养为由拖延时间。玄老这里的应对也堪称教科书级别，先是拿传灵塔契约站住道德高地，再用重伤休养打太极，最后干脆正面接战拖延时间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只要撑到霍雨浩突破成功，局面立刻就会反转，哪怕明知不是帝天对手，这就是史莱克护短的底气，也是对自家弟子天赋的绝对信任。帝天见软的不行，便直接以实力施压，只要玄老能在他攻势下撑过半个时辰，他便掉头就走，若是撑不住，就要带霍雨浩走。一场极限斗罗级别的大战一触即发。其实帝天亲自杀入史莱克，从来不是忌惮霍雨浩当下的实力，而是忌惮他突破背后的未知性。霍雨浩做到这一步，已经打破了帝天对人类的固有认知，而史莱克拼死相护，赌的就是霍雨浩突破成功后，能成为扭转大陆战局、抗衡日月帝国的真正底牌。